当年洛阳疫病肆虐，母亲种植的冰晶牡丹可以救人命。父亲，你们当时是不是将丹皮卖给了高官权贵？我来的路上一直在想，我从小到大敬仰爱戴的父母，怎么会是那种贪得无厌、见死不救之人？不，你不能这么说你母亲。这件事，她并不知情。什么意思？将丹皮高价出售的人是我。你母亲并不知晓那批药材的去处，是我告诉她，我把药材发放给了染病的百姓。为什么？就为了趁着天灾赚更多的钱帛？当时疫病凶猛，高官权贵人人自危，是他们逼着我，把全部的药材都卖给了他们。可当年水灾后，百姓们饮水饮食受了污染，这才引发疫病。而贵人们整日待在府中，吃食用物金贵洁净，怎会轻易染病？那些个贵人哪管这些？外出采买的下人，但凡有1、2个染了病，他们便吓得惶恐不已，恨不得宅中备上几百副药才能安心。明明身子无恙，却囤着药材不用，也不肯救人命。父亲当初竟然会答应这门生意？为父只是一介商户，惹恼了权贵，他们便会查封我们所有的店铺，到时候你和你母亲也会受到牵连。武当啊，我不敢冒这个险。所以当时您就瞒着我们。你母亲生性慈软，只爱侍弄花草，已尚处年少，这种事告诉你们也只是徒增烦恼啊！我不能让你们母女跟着我受罪，我于心不忍。那母亲后来知晓了，是吴红告诉她的。灾祸平息后，曾有人扮作菜农混进家中，你母亲同情他，给了他些吃食和钱帛。这个人便是吴红。怎会如此？若是按时服药，不出几日就该好转。这名贵的药，只有高门大户能吃得起。我等这样的贱民，怎配销售？何氏药铺的丹皮，都是无偿分发，有何高贵低贱之分？无偿，夫人，你对此药的价格，当真是一无所知吗？难道我的丹皮被高价卖给了患病百姓？若能高价买到也罢，你那些药根本不会卖给寻常百姓，而是送进了高官权贵的府中。怎会如此？这救命的药一包难求，正是个发财的好机会。看来，那何店主也没有告诉你实情啊。外面早已尸横遍野，若是半月之前，何家药铺前确实跪满了人，从早到晚不停地磕头，只求一包药。可如今，那些求药的人早已下了黄泉，在那些冤魂当中，就有我的一家老小。这半月来，我在贵人们的府外晃了个遍，却始终无人理睬。今日若是何店主在家，恐怕也会把我赶走。因缘际会，偏偏让我遇到了你。
在茶里下了毒。夫人，报官吧，要杀要剐，听凭处置。命运弄人呢。我本想为我的家人报仇，可谁知你作为这药的源头，却对此事毫不知情。你不必找人请我，我是不会跑的。如今我已孑然一身，也无意苟活于世了。这是最后一点冰晶牡丹的干皮，不知此刻还有没有人需要它？夫人，你这是何意？你走吧。你不报官吗？原来当初那场大火并非意外，而是母亲亲手。你母亲叮嘱我瞒着你，但我知道，总有一天你会察觉的。郎君，小夫人回来了。这么快？我还以为她会在洛阳多停留几天。大夫说，小夫人一回方圆就送走了宾客，提前关了门，整个人都魂不守舍的。她都知道了。我也盼着爷娘能得到一包云彩，可知道他们跪死在药铺门口，也没人理会。村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后山的空地都已经埋不下了，死了太多人，太多了。巫婆说，种牡丹的人见死不救，他手中的丹皮便与毒药无异。不是天灾害死了大家，何时药铺才是杀人的恶鬼，是我们的仇人。